体里灰尘不要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却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，给我点空间可以选择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那些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灰尘你终过不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我老爸，老爸，这是我朋友高志安。伯父你好。威廉说嘉龙是他哥哥，怎么可能呢？阿金什么时候生了威廉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老爸有点老人痴呆症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去厕所一下。哎呀，我真的很笨嘞！我怎么没想到威廉和嘉龙是同父异母的？他们的爸爸就是大姐所说的。我把梦说嘉龙是那个穷花家的儿子的事情告诉你啊！原来他们是两兄弟，怪不得都是笨头笨脑。我就是觉得奇怪嘛。威廉那么笨，阿坚却一直要用他。哼，原来是藏着这个秘密的。老板，你在叫我啊？我叫你做什么？我看你一直看着我，我以为你在叫我妈。你很好看没？我望着你是看你有没有偷懒啊。什么事啊？不知道啊，老板今天怪怪的。学子哥，雅琪啊，佳琪在吗？你又跑来这里干什么？佳琪啊，我有重要的事想要告诉你啊。什么事啊？我现在很忙啊。是有关于那个高。佳琪啊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我送你。这个人很面善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哦，可能是以前在这里见过他吧。哦，那是你的家人哦。啊，他是我前夫。哦，你们还有来往啊？哎，不是，他整天跑来这里死缠烂打，我都不理他的。那证明他还是对你念念不忘哦。那是他的事，我的心啊早已经死了。既然是这样，就不必应酬他了。我也这么想。做人心不能太软，要不然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。知道了，我会赶他走的。那我走了，路上小心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佳琪啊，你整天有事没事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你三天两头跑来这里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哎呀，我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你的，是有关高志安的事。佳琪，你这次一定要相信我，你跟高志安是绝对不可以在一起的。对呀。对什么对呀？这里不关你的事，走开。哎，
嘉熙呀，你不要看高志安，他表面斯文，真正的他是冷酷无情的。他不只是对员工这样，他对付女人也是这样啊！你看，这个就是他对付女人的手段。这男的不是那姓高的吗？这女的怎么了？这个女人呐，就是被高志安用高尔夫球棒打中了肚子，而且还跌倒在地上了。这个女人看起来很痛苦啊。是啊，这个女人呐，就是被高志安一棒打中了肚子，痛苦到一阵子爬不起来。喂，嘉熙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前夫在跟踪我。我怀疑那个女人是他买通的。所以我就是担心嘉熙啦。你说够了没有啊？嘉熙，没想到你那么不要脸，偷拍别人的照片。我就是为了要拍下证据，让你相信啊。什么证据啊？这几张烂照片能够表示什么啊？这个女人你认识吗？我虽然不认识她，不过高志安打女人是千真万确，是我自己亲眼看见的。亲眼看见，亲眼看见，你什么不知道，不要在那边胡说。要是人家告你上法庭的话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他打女人，告上法庭的应该是他才对吗？这里没有你的事，你给我走开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要在这里编这无聊故事来骗人了。我哪有啊？大姐，学这个没有必要编这样的故事来骗你啊。雅喜，你不要给他外表蒙蔽了，以为他老实。如果他老实的话，就不会做这种鬼鬼祟祟的事情啦。我就知道口说无凭，所以我才会去跟踪他的嘛。所以才会拍到这些照片哦。嘉熙啊，你看照片里那女的真的很痛苦嘞。打女人的男人肯定不是好人。你们看这些照片啊，有哪一张看到他在打女人啊？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为什么你要撕照片？我撕照片是为了你好啊！现在人家认得你说要追究你偷拍的事情，还怀疑你跟那个女人串通起来敲诈他。我根本没有啊，是他自己含血喷人。你偷拍人家是事实，还说人家含血喷人。如果告上法庭的话，法官怎么判你呢？不告到你要破产才怪呢！好心你啦，去做你的生意，赚你的钱，不要搞那么多事啦。大姐，我觉得你不能单方面听那个高志安的话。对啊，学子的为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他绝不会去陷害别人的。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，以为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他。林学志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啊！现在干脆在人家面前啊，把话说清楚。你别想我会跟你在一起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就算我落魄到当乞丐婆，我都不会走回头路，你明白吗？我妈的，这死人威廉哦，我竟然敢承认我嘞！我不把他打成猪头哦，就是乌龟王八蛋了妈。Hello， 大哥，讲话有点文化好不好？不要出口成章啊！我是说肮脏的脏哈，会教坏小孩子的。哪里会？还说不会？一句话里头又有猪头又有乌龟王八蛋的，那么粗俗。是啊，大哥，哎，你别怪我多嘴啊。有时候你在讲话的时候喜欢掺一些方言，这样不太好的，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。怎么会影响下一代？哎，阿公的阿公哦是从福建来的嘞，做人不可以忘本。哦，讲几句福建话，你们就呱呱叫嘞。哎呀，不是呱呱叫啦，只是为了下一代着想嘛。那我们是希望下一代能讲标准的华语嘛，所以我们做大人的也应该立个好榜样，对不对哈？对。哎，你知道吗 ？Patrick 的华语口试差一点就不及格啊，因为他不能够讲一句完整的华语，他的华语里头又掺英语又掺方言，不 fair 才怪啊！哎 ，Hello， 是你们整天讲话哦，里面掺按摩嘞。你们儿子的口试不及格，关我什么屁事？屁，什么屁呀？你从小到大没一样行，说屁话你最厉害。我怎么你吃错药啊？怎么突然之间跑过来骂我？这个家就只是你呀，跟家人不一样，粗鲁、没文化、没修养。不要发那么大的脾气，我们只是跟大哥开玩笑的，好。是啊，发的。我神经病嘞！哎，喜欢就坐好来骂。都是你呀，
你看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是让法德开心的，这次婚又结不成，你知不知道法德在亲戚朋友面前有多丢脸呐？哎，这关我什么事？我本来不要请的嘞，是法德他硬要请的吼。哎呀，法德要请客也是因为重视你嘛。对呀。我早知道搬回来这样烦，我就不搬回来了啦。哎，大哥，你先不要走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。什么事？美丽把钱还给你了没有？还给我了啊。哇，那她还算有点良心啊。记得我上一次跟你提的事吗？你还有没有意思？什么事？合作做那个指甲美容生意吗？你没有看到我现在很努力在学修指甲吗？我花了2000块来上课的。对呀，你看。我都成了实验品了。大哥，我待会要去看一间店，如果满意的话呢，装修一下就可以开始营业啦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你这个东风了。你们说要多少钱啊？你有多少钱？50、60千哦。哇，大哥真的是真人不露相嘞！哦，你静悄悄收那么多钱啊？哪里会多？我那些朋友啊，三毛肥猪，起码都几百万身家的嘞。啊，这些人是谁啊？我那些做 bookie 的朋友喽。啊。哦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去做 bookie 啊，大哥。没有啦。你们说要多少钱啊？开一间店啊，加装修起码要4、5万啊，我们1人1半，你先给我2万。哦 ，OK 了，随便了。OK 哦。喂，是啊，我是啊 ，Patrick。他小年纪，竟然花钱请校外的不良少年，欺负我们本校的学生，这简直是黑社会所为嘛！ Hello， 校长，你这样讲话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把我儿子跟黑社会扯在一块讲？我只是做个比喻而已。什么比喻呀？我儿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你到底有没有调查清楚的？是他自己亲口说的，他说给了他们20块钱。喂，你跟妈咪讲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？我不是给他们，是借他们。你还要狡辩？小便？我没有说我要小便啊。 校长啊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，哭到再说嘛哈。哎呀，小孩子啊，年纪还小，思想不成熟，偶尔呢会犯一些小错误，是一件难免的事的，不用那么大惊小怪的哈。再说嘛 ，Patrick 他想当一个小小的企业家，有创业的精神，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鼓励的。这是读书的地方，怎么可以这样胡闹啊？这怎么能说是胡闹呢，校长？现在政府啊一直说要培养新的一代新加坡人为企业家，所以我们从小就灌输 Patrick 企业精神。哎，你看他小年纪就懂得创业，很难得的啊。对，校长。哎，再说现在办学校不能够再用老一套的方法的，要不断的 update， 跟得上时代才行的，你说是吗？哈。哎呀，更何况我的儿子要一边读书一边做生意，很辛苦的。他要当小小的企业家是很难得的一件事，其他同学还要来跟他抢生意，喂，这种行为是很不道德，很令人讨厌的。哎，讲真的，我本身也深受其害呀。哎，对呀，校长，所以你应该指责那些抢 Patrick 生意的同学，不应该把矛头指向他的。 Patrick 找校外的不良少年对付我们学校的同学，这是严重的过错，我一定要严厉的处罚。That's not fair， 校长，这对我儿子太不公平了。如果不是那个同学来跟我的儿子抢生意，我儿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。要负责任的话，应该是那位同学，而不是把全部责任推在我儿子一个人身上。对啊，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利益，我有什么错呢？你是怎么当校长的？Ridiculous， 岂有此理！为了这种小事，竟然敢叫 Patrick 转校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，干脆我们去 MOE 告他。哎呀，你要去教育部告他，太便宜他了。哎，对了，儿子，他们动手打你，有的话跟妈咪讲，我们去告他，那他就非滚蛋不可了，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他有没有用那些铅笔啊、布子啊之类的东西打你啊？有啊。He's finished， 他完蛋了的。那他用什么东西打你啊？他用纸哦，他把纸这样丢过来，撞到我鼻子。哦，竟然用纸啊！哎，纸可以告他吗？
Of course 啦，当然可以，这是恐吓嘞。哎，儿子，他用什么纸丢你啊？啊，他说叫你在纸上签什么的？啊，买手背包，买手背包，那张纸呢？他用这张滴血背包，他把滴血背包丢过来，叫我拿笔去。切。开营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给1万我手要断了！妈，放手啦！佳倩呐，你有没有钱？先拿个3、5千给我，以为我加倍还你。妈，我身上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开营啊，你就先拿给我嘛，算在佳倩身上好了。佳倩一定会把钱还你的。快点啦，游轮就要开走了。不行，这是没人请假。哎，你放手啊！我说真的很麻烦呢，放手啊！妈，别这样啊！你又干什么啊？海生，海生，你回来正好。你姐姐啊，我真的是怕了她。我只不过跟他拿一点钱，他就叫得跟个杀猪似的。他就像他那个大哥，1分钱呢，看得像个牛车轮一样那么大。哎，海生他……我知道了，姐啊，这是公家的钱，不是你想拿就拿的。哼，这些钱你先拿去吧。你看，我弟弟有的是钱。海生啊，我赶得上游轮，等我回来再跟你聊哈。这个姐姐真是拿她没办法。她前前后后已经在店里拿了10几千啦。我帮她还。舅舅喝水。啊，谢谢。你好像又瘦了，你要多吃多休息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厨房还有东西做。那你去吧。新加坡还是这么热，现在都已经年底了。上海现在只有6、7度啊。哇，这么冷啊！嗯。哎呀，杰敏最怕冷了，他有没有多带一点衣服啊？那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调派公司一个职员，专门负责伺候他。哎，现在杰敏呢，舒服得很啊。难怪，连电话都少打回来了。那你也怪不得他。在上海，吃的、用的、玩的，样样都有。那些名牌货品啊，新加坡还没看到的，上海早就出现了。现在你要杰敏回来，他还不肯呢。你呀，不要太宠他，他是去那边工作的，不是去享受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杰敏他很聪明的，我可以肯定啊，不出3年，他肯定可以在上海闯出一个名堂，当个小富婆。那你就要多照顾他喽。那还用说吗？喂，这么多天没有见到我，有没有想我？想，当然想啦。你是想我的人，还是想我的钱？哎，都想啦。好好，现在人跟钱都已经回来了。人我是看到了，不过钱呢，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啊，你带现金回来啊？50多万了呀！我不是叫你汇回来就行了吗？我不止给你带回50万，你看看，130万。看清楚啊，是新币啊。不过这笔钱要等3个月后才可以拿钱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过大锅天集团啊？好像有听过啊。这个集团目前在中国红得不得了啊，他们的业务遍布全中国，也开始打进美国市场了。现在在筹集一笔资金，准备收购美国一间20亿美元的大企业，但是就不便透过银行集资。为什么呢？那你就不必知道了。哦。所以呢，他们只是向几个熟悉的企业家集资，为期3个月，利息还高达30%。哇，这么高啊！是啊，机会难逢啊！我自己就接触了200万，因为事情太急，我帮你做了决定，除了你原本的50万外，我帮你加多50万，凑足他100万。哎呦，那我怎么还给你啊？你还跟我计较那么多吗？哎，你把支票收好，时间一到存进银行拿钱。稳不稳的？你以为我嫌钱多啊？哼，私人集资在中国是很普遍的，像大锅天集团这样大的公司，怎会跑掉你100多万呢？可惜我自己调动不了那么多的现金啊，要不然我一定要再捞他一笔，
机会难逢啊。那倒是哦，才3个月，100万就变成130万，真的很吸引人哦。哎，集资结束了没有啊？哦，应该还有多几天吧。怎么，你还有兴趣啊？有兴趣没用啊！最近我刚刚拿了20多万给杰米的爸爸买下这间店，我也所剩无几了。那也不难啊，只要我们把这间店抵押给银行套现，起码能够再投资多50、60万，到时候啊拿回70、80万。喂，要就快点啊，要不然到时你想借，他们未必还肯要。哎呀，跟你说的我心痒痒的。文雄啊，你跑去哪里？赶快帮我把这件马铃薯削了。我刚去看医生。你怎么了？每天晚上在这里都睡不好，每天翻来覆去的，不到3、4点都不会睡。医生说啊，我严重失眠了。那医生有没有拿药给你吃啊？有啊，不过他说是暂时性的，他建议我换个地方住。说真的，这里真的不太适合住哦。就是咯，可是没办法，这里租房子那么贵，每个月要300、400块的，还了房租我就所剩无几了。我妹妹跟朋友share一间房，又不方便让我住，真是伤脑筋啊。我妈那里有2间房间，我搬过去跟我妈睡，另外一个房间让给你啊。那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我待会就打电话跟我妈说，你晚上收工就搬过去吧。好啊。阿娇，哎，大哥，哎，你老板在不在啊？不在啊，做什么？没有啦，如果你老板在哦，我就假来跟你买东西嘛。哎，请问你这个是什么啊？哦，这个是专门防止皱纹的护肤品喽。是咩？男人可以用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哇，我擦了蹦会不会比较handsome哦？当然会啦，那时候就赶快把美丽姐追回来。有件事情你不要讲可以吗？我只想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而已了。今晚什么事啊？哎，酒楼说哦，我那酒席钱不能退回来嘞，不过可以补吃。我订了10桌，就算分开吃哦，我都可以吃10次嘞。今天晚上我开了一桌，想叫你去吃哦。大哥，你还有心情吃啊？我不吃不是很亏本，我给了钱的嘞。那婚结不成，饭也要吃的吗？你可以先留着嘛，去找美丽姐，等她回心转意之后，你还是可以摆喜酒的。我现在都不知道她在哪里，怎么找？哎，你说哦，她会不会回去医保啦？八姑都不知道。哎，你看，她连八姑都没有联络嘞，你叫我怎么找？哎，算了啦，不要讲她了啦。总之，我是没有老婆命的啦。那就这样说定了啊！今天晚上8点，皇后酒楼哈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今晚我不行啊。哇，你这样不给面子咩？不是不要给你面子，可是我真的有事。真的吗？对不起啊。这样就没有办法咯。改一次吧。哦。拜拜。亲自请他吃饭还要摆架子嘞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事。不要没事装有事啊！哇，他以为我阿龙是什么？那就算我老婆跑掉哦，我也不会去追她吗？他到底怕什么嘞？龙哥，哇，竟然走过头嘞！你以为你是古代大禹哦，过门而不入。哎，你怎么还不收档啊？今天生意啊是差了点，到现在还没有卖完呢。是不是订了太多？没有，还是跟以前一样啊。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生意好像是差了点。哇，难道这样准啊？什么？那以前哦，美丽跑掉的时候，这个摊位也是给我做到差点要倒嘞。你是说美丽带旺这个档口啊？哦，没有那么悬的。哎，有时候哦，这种事情不能不信的嘞。那你赶快把美丽找回来啊！
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这样讲啊？现在不是我不要他回来哦，是他自己跑掉的，而且是在我们结婚那一天跑掉的嘞，让我阿龙在亲戚朋友面前多丢脸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阿龙是有骨气的哈，我不会因为要生意好，要走好运就向他躲龙哦，要他回来，这样我算什么男人？说的也对，如果因为这样把美丽找回来，那也太现实了。那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，赶快把他找回来啦！你是男人呢，你就大方一点嘛，吃点亏也没关系啊。哎呀，不要讲这些啦，那总之还是那句话，没有老婆不会死，没有生意也不会死的啦。你呀，牛脾气。哇，你的手这么黑青？昨天咯，拍一场打斗的戏，后来被武士打了一棍咯。哎，你到底演什么戏啊？为什么要动到棍子？少年方世玉。那你演什么啊？方世玉的嘛，不过看不到脸的，我是演陈丽莲的替身。哇，做阿姐真的很好哦。你看，红就他们红，你们呢？红就没有啦，黑青这一大片。你去跟那些武士讲，拍戏而已嘛，叫认真这么谋杀咩？这不能怪他们，现在拍戏啊，为了逼真一点，这点伤也是难免的啊。那像我们这种做替身的呢，这也是家常便饭。你还没有嫁人呢，现在还好伤到手哈，伤到脸你就惨了。做事要认真一点，这样才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用你的人。海娜，海娜。喝咖啡。哦。喂。怎么？那美丽走的时候叫我提醒你的啊，那个黑子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还少跟他在一起啊。还用他提咩？你以为我不知道黑子不是好人呐？我也不是笨蛋嘞，你怕我给他吃掉没？哎，你知道有什么贵干啊？哇啦，龙哥，为什么突然说话这么有修养？哎，隔壁有2杯哦。好好。哎呀，我回去我father那边住啦。我那2个妹妹咯，说我讲话粗鲁哦，说华语掺方言教坏孩子，神经病啊！放什么屁？我是福建人吗？我阿公那个年代哦，还不讲福建话。现在我只讲2句福建话而已吗？就说我教坏孩子，破坏讲话运动我，神经病有这样严重咩？你看那大人物，他不是整天讲方言，尤其是大选的时候啊，不要说福建话。潮州话、广东话，还不是通通出来，又不见得有人 complain。哎呀，人家是大人物，你是老阿玲啊，比什么？算了啦，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的，什么事都要 complain， 不 complain 啊，日子难过嘛。就是咯。哎，等我赚够钱哦，我就移民嘞。红可，你学人家移民啊？我不可以咩？可以。那你要移去哪里？就是哦，哇。澳洲、美国这种地方，我的魔力不好，而且他们也不会要我这种人哦。不会啦，口袋有钱，去哪里人家都欢迎你。说的也是嘞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握机会，大捞一笔。机会就在这个星期6哦。你有老板啊？我有内幕消息，黑红武士会坠马。真的吗？黑红武士大热门呢。大热门才好下手吗？我有可靠消息，鸡翅已经被三猫收买了。哇，这种消息都给你知道，那肯定不是真的啦。不是啦，龙哥，我安排内鬼在三猫身边，这个消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是咩？你不相信就打几个电话问问看哦，看看三猫是不是拼命的在吃黑红武士。我们千万不要吃亏，紧跟在他屁股后面。三猫吃鲍鱼，我们喝点鲍鱼汁也好嘛。喂。要是黑红武士跑出来哦，我们输到脱裤都赔不起嘞！哇，龙哥，你不是怕吧？谁说我怕 ？OK 咯，吃就吃。我就不相信没有输美丽哦，我就真的这样倒霉。等这个星期6我赢他个10万8万啊，就可以证明我没有他我也行啊。我在这边做工的，你们不要乱来。要谈，你去那边谈。嘿，你想开溜是不是？这一次可不会再让你给跑了。喂，怎么？我是这里老板呢，你们想干嘛？拆招牌啊？老板，我们是来跟他要债的。要债要什么债？他骗了我们的钱，原本我们打算把这笔钱寄回中国养一家老小的。哦，原来是这件事啊！骗你们的钱又不是他，要去找那个叫什么？李健。是他骗你们的钱呢，关他什么事？冤有头债有主哈，你们不要跟他要。
我们把钱交给他，不找他找谁啊？对呀，就算他不是主犯，也是个帮凶。你们哦。哥，这件事情让我跟他们谈吧。那钱我没有，你们把我送警方吧。交给警方那有什么用？我们要的是钱啊！我都讲我没有钱呐，送警方你们又不要，那我命就一条，要杀要打随便了。我们杀你干嘛？杀了不用赔命吗？对了，我们干脆把它卖到妓院，赚钱还我们。哎，我有没有搞错？你以为现在是演古装戏啊？卖去妓院，神经病啊！走了，好。老兄，我们很惨的嘞，我儿子等动手术等了3年，好不容易存到一些钱，想寄回去，却给他们骗了。我女儿本来要上大学，可是钱没寄到，现在学校进不了，天天都在哭呢。不是他去做妓女，就是我老婆去做妓女。啊，你老婆几岁？40岁还有人这样啊？那又怎么样？很惨呢。我们那个债主没有请假。我表妹真的这样惨吗？你骗了你们多少钱？我3万，我3万5。什么3万5啊？你不要骗啊！我知道是1万2。我记错了。我2万3。3万，1万2，2万，加起来多少啊？你要干嘛？哎呀，看能够给得到吗咯？能给就给他们算了啦。龙哥不行的。那你们要钱是不是？跟我走了。你们为什么还不走啊？你男朋友说要帮你还钱，我们当然相信他了。龙哥，你不要那么傻。哎呀，你听他们讲到这样惨，算了啦，反正钱财是身外物嘛。我最近手头比较松嘞，我借了2万给我妹妹做生意，我还有剩啊。哎呀，你不可以这样做的，龙哥。哎呀，可以了，我这个星期6就有一笔钱进来，你不用替我担心啦。OK， 你帮我算一下，全部多少钱？我算是很差的嘞。6万5。有这样多咩？10人民币。哇，10人民币不早讲，这么想敲我？哪的话？我们以为你知道吗？那人民币换成新加坡钱多少钱啊？大概是2万块。哪有那么多啊？按现在汇率，差不多是1万3呢。哦，1万3呐！哎呀，可以了，我给。那你们有钱是吗？跟我去银行了，来。龙哥。怎么？来，你们去那边等我 ，OK？ 什么事？这样做不行的，不行的。行了，你不要替我担心啦。那你留下来看档口啊，我跟他们去银行。龙哥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孩子生下来。你别傻了，我们都还没有结婚，孩子不可以生。这个我想过了，我去乡下生，生完之后花点钱寄在远亲那边养。你一个女孩子都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这层我也想到啦。孩子出生以后，我让他叫我姐，我跟他就相差18岁，还瞒得过去。然后你就出国闯天下，等闯出名堂了，就接我们过去，我们就结婚。到时候就告诉孩子真相，我们就能一家团聚啦。龙哥跟我萍水相逢，可是却肯这样帮我，而我原本想托付终身的人，却处处利用我，简直不是东西。姐，桌头姐姐请我吃点心，你也吃一点啊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哎，姐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开心了？谁欺负你？告诉我，让我去对付他，我一定打到他屁滚尿流，让他知道我葫芦小金刚的厉害。那你再说这样流氓的话，看我不打死你啊！不要，我只是他戏里面分饰的对白。你要不要演戏？讲对白干嘛？好玩啦！吃你的包啦！哎，怎么样？
找到陈一莲了吗？导演，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他。哈？哎，监制啊，找不到陈一莲，那我们怎么开工啊？他不会来了，跳槽了。什么？跳槽？忽然间说跳槽就跳槽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是不是要提早收工？什么收工？收什么工啊？哼，没有了他，难道地球就不会转吗？换人呐！找谁演啊？哎，小林啊，你没有信心取代那个陈玉莲演方世玉母亲这个角色呢？叫我做替身可以啦，演戏我不知道行不行呢。姐，你行的，你行的。哎，我已经追你很久了，放心吧，你行的。黄监制的眼光很准的，他说你行一定行。朱导，把剧本拿给小林，来，过去把他背熟。小后路，你有没有演戏啊？有啊。那你就演小方世玉好不好？好啊，有得打吗？有。能飞来飞去吗？能。那我就演。好，耶！世玉，姐。看，小葫芦，你要叫娘。她明明就是我姐啊。你现在是在演戏，戏里面呢，她是你娘，娘就是妈妈的意思，懂吗？晓得了。那好吧，再来啊。好啊。世玉，娘。你再说一次，我说我不要去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清楚再回答我，你到底去不去？妈咪，我已经想非常清楚了，我不要去。你，哎呦，不要跟我去啊，少管闲事。安哥高真的很疼你的，他怕你放假无聊，特地还说一定要带你去。你不是很想看 London Bridge， 很想看海尔波特的城堡吗？这可是一个机会呀！我现在最讨厌英国了，我对英国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。你是不是想跟我作对啊？人家机票已经订了，而且是头等舱啊！头等舱了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要不是安哥高的话，我们这一辈子啊都没有机会坐头等舱啊！妈咪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努力奋斗，将来每一年都让你坐头等舱出国旅行。妈咪，你忍忍不要做好不好？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跟我摆什么臭架子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你都非得跟我去不可。妈咪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没有问过我去自作主张，你知道你这样对我是非常不公平的。等你21岁可以独立了，才跟我说这些话。21岁以下，你得听我的。你听话。安哥高说，他会订最好的酒店，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难忘的假期的。我就是不要受他的恩惠，我就是不喜欢他，我就是不要跟他坐同一架飞机，我就是不要跟他住同一家酒店，我就是不要跟他在同一个空间呼吸。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？妈咪，爹地说高志安不是一个好人，为什么你就不会相信？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你 Daddy 搞的鬼。Daddy 没有搞鬼 ，Daddy 真的是关心你的。妈咪，我劝你相信 Daddy， 不要被高志安骗，要不然你一定会很惨的。好，没有东西彻底趴坏。喂，不要死去，我说再走，不要去。你去叫人什么宝贝 Daddy， 你去。妈咪，不要叫我，我不是男民，不要叫我。妈咪，嘉琪啊，嘉琪，嘉琪，你不要这样。我管教我的女儿，你走开一点。难道你看不出学智？我们因为爱你、关心你，所以才劝你不要跟那个高志安在一起。你怎么可以为了那姓高的而误解学智苦心，还有连自己女儿都不要呢？魏阳叔叔，魏阳叔叔，你怎么了？你叫我什么？魏阳叔叔啊！太好了，他终于不再叫我马丽静了。滚开啊！好，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。好，那现在请你不要再叫我妈妈了，妈咪，不要叫我妈咪。好了啦，我本来都一直想忍
忍着不要开口说话，可是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大姐，你这个人啊，做人真的是太霸道了。对学子是这样，现在对温温也是这个样子。Come on 啦，温温明年就读中一了，13岁了，在国外啊，像他这样的年龄啊，都背着背包啊，独自出门去看世界了。你呢，整天老是当他是长不大的曲娃娃 ，please 啦，尊重他 ，respect 他一点好不好？哈，不要整天像慈禧太后一样，我说1你就不能够说2。我还没有说完。你有权利交你的男朋友，你喜欢谁，别人也不能够干涉。可是你不能够强逼你女儿也要同样喜欢那个男人呐、啊。他是大总裁 CEO，so what 又怎么样？你喜欢他不代表温温要喜欢他，你爱他也不代表温温非爱他不可哦。你这样强逼你女儿有用吗？我不要你教我怎么管教我自己的女儿。我不敢，我不是教你，我是替温温讲句公道话而已。你不觉得温温长期在你的淫威下生活，一点童年欢乐都没有吗？我觉得你这个人啊，真的是太不人道了。即使是一只小动物，你都要给它生存跟呼吸的空间，更何况是一个小孩子。对喽，你是最厉害的，给小孩子自由的空间的，自由到啊13、14岁就跟老耳毛搞在一起。你讲什么老耳膜啊？哈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哈！拉拉现在还叫你大姨的，你不尊重她也要自重一点呐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拉拉才不过13、14岁啊，就搞到离家出走，跟老耳膜混在一起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空间呐！你不要嫌我嘴巴臭哈！如果你不是不信任他的话，你需要去买验孕棒来替他检查。Hello， 我还不是听你这张臭嘴巴，才搞得我神经兮兮的。是啊，我臭嘴巴，不要说来给我讲中啊！搞不好有一天啊，他哭哭啼啼跑回来啊，说他有了外面的野种，最惨的不懂这野种是谁的。岂有这理！佳琪，妈咪你怎么了？那小龙傻，好了，你们姐妹俩平时又吵又闹也就算了，现在这样动刀动叉，是不是要闹出人命？你们才甘愿呐？大姨，你看我的手，膝关上的是手啊，如果是眼睛的话，早就变成独眼龙了。你还要让人先告状啊？谁讲我的女儿跟老耳膜搞的？谁讲我女儿会生野种的？或者是我这样讲你，你能够忍吗？你讲我就好嘛，干嘛把我女儿拖下水啊？是你自找的，谁叫你那么八卦呢？你好啊！如果你们再这样吵下去啊，不要怪我这个做大姨的啊！不客气啊！哎呦，这什么锅这么硬啊？哎呀，痛死我了！是吧？妈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大姨呀，你儿子有孝心来接你回家啦。哈？你是大姨的儿子啊？是啊，你是？她是二姐，这位呢是大姐，还有大姐的女儿温温，这个是威廉。Hello， 表舅。谢谢你们照顾我妈，我妈在这里打扰你们很久了，也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啊，不要客气，自己人嘛。什么添麻烦哦？我妹妹的孩子啊，不知道对我有多好哦。我要回去啊，他们都不舍得我。我在这里好吃好住，我妹妹的孩子啊都很尊敬我、孝顺我，哪像你们这些不孝子、不孝媳妇！我不回去。妈，不是我跟雅弟不听你的话，老爸留下来餐厅，如果不重新整顿，真的是无法再经营下去了。现在取消了卡拉 OK， 重新推出新菜单，生意比以前好很多了。放屁！那个餐厅啊，是你老爸留下来的餐厅，那些菜单也是你老爸的家传菜呀。你们既然想改就改，你们眼里有没有你死去的老爸？还有我吗？大姨啊，大哥说他跟大嫂不是有意要改变传统的，他们只是在原有的装潢和菜单上做了一些改革，这样不但能吸引本地客，也能吸引外国游客啊。反正我都要死了，最多还有2、3个月的时间，你们就当我死了，想改就改喽。哎，大姨啊，你怎么讲这样的话？你不是好端端的坐在这里，怎么会死呢？就是啊，刚才你力气那么大，打这铁块，哐的一声，怎么会死呢？我中了 cancer， 能不死吗？妈，你什么时候中 cancer 啦？那时医生不是说过咯，你第一次经过检验之后只是怀疑，然后第2次检验，他说你只不过得了胃溃疡。大姨呀，我以前也是有胃溃疡的，后来动了手术就好多了，除非受到刺激，要不然也不会再痛了。你们呐，不要相信他的话了，他想骗我回去，我不回去的。活了一大把年纪啊，
要死了才知道，我最亲的，我最怀念的还是我的妹妹了。我要跟我妹妹死在一起了。妈，妈，大姨，大姨。一天工作上班，等待你的回时家，温馨的牵挂。别为受点伤而害怕回家，等待你的回时家，温暖的回答。不管生活多忙，世界多大，想让你忘掉疲劳再出发。回家，把微笑带回家，把快乐都想家，幸福就变得无限扩大。回家，把热闹带回家，把关怀都想家，将烦恼聚散全部